二战时期的日本，国土面积比云南省还小，他们却能硬生生凑出一支将近800万人的军队，这数字即便放在今天，也足够恐怖。您知道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吗？其实说到底就一句话，不把人当人。早在1873年，日本就定下了全民皆兵的基本策略，但那时候，他们还多少强丁武德，对征兵的年龄、身高、视力之类的条件还有明确要求。可后来，战争越打越久，战死的人也越来越多，他们就把征兵标准一降再降，身高不挑了，不到1.5米的也收，年龄不挑了，只要能动弹就行。到了侵华战争后期，日本更是完全不管什么标准了，日本官方会直接上街抓人，工人、农民、商人，甚至女人和孩子都被纳入预备兵役。而且他们抓壮丁不只是在行动上强迫，还在心理上进行控制。日本的孩子从小就被灌输为天皇战死最光荣的思想教育，学校里不仅教基础知识，还天天让学生练刺杀，喊军国主义口号，主打的就是从里到外，从小到大给国民统一洗脑。他们就是要让这些孩子打心底认定，自己生来就是为战斗而死的。至于那些贪生怕死、不愿意参军的人，轻则被左邻右舍鄙视，重则会被人堵在家门口连打带骂。别说自己抬不起头，就连父母都得受连累。在这样的环境下，几乎所有日本人都以能参军为荣，要是不能参军，甚至会产生扭曲的心理。比如1938年日本发生的著名金山事件，一个日本男子因为身体不合格没能当上兵，他觉得无比羞愤，竟然半夜持刀闯进11户人家，杀害了30多个人，连自己的家人都没放过，简直恐怖至极。这种畸形的社会环境，早已不是一个疯子能形容的了。仗打到1943年以后，日本基本已是强弩之末，能战死的人也差不多都死光了。于是，日本政府又把主意打到了学生头上，他们搞了个所谓的学徒出阵制度，动员成千上万10几岁的孩子主动冲上前线。那些孩子有的还没枪高，就被派去执行各种自杀式任务。比如吕宋岛战役中，就有一批900多人的学生兵参战，最后活着回来的还不到100人。由此可见，日本军国主义为了演，已经完全泯灭了人性。在他们眼里，无论是老百姓还是孩子，都能被当作炮灰。当然，除了压榨本国人，日本也在祸害殖民地人民，尤其是朝鲜。那时候，日本在朝鲜抢征了20多万人，让他们充当敢死队上前线作战。后来，这些朝鲜士兵中还有一部分被定为了战犯。就是靠着这些手段，日本那么小的国土，竟然能硬凑出近800万兵力，实在令人啧舌。不过，这样拼凑起来的军队，战斗力肯定很拉垮。尤其是到了战争后期，这支军队早就跟注水猪肉似的，看着人数多，实际上毫无战斗力。许多部队里塞满了老人和孩子，简直是一碰就垮。但最讽刺的是，日本都已经投降了，很多被洗脑的部队还不死心，非要玉碎一战，或者干脆切腹自尽，号称报效天皇。总之，他们就是为了所谓的武士道精神，宁死不降。说来也讽刺，这些被军国主义思想洗脑的底层士兵，至死都认为自己是在守护所谓的荣耀。可那些给他们洗脑的日本高层，早就为自己谋好了退路，一个个去寻求美西方国家的庇护，最终得以苟活。所以，在军国主义的獠牙之下，所谓的荣耀、武士道精神，都不过是一场虚伪的骗局罢了。